这把闪着寒光的剑是少林寺的镇寺之宝，相传此剑出鞘必见血，5丈之内人头落地，一剑就能打倒一片敌人，所向披靡，无人生还。它就是少林达摩剑。这么厉害的剑却不是人人都能用的，在普通人手里就是一把木剑，只有瞎眼的盲僧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，因此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它。印度人还开出了100万黄金的天价来求购这把剑。达摩剑本由俗家弟子石燕霞和相空负责看管，一天却被少林寺俗家弟子石燕霞盗走，半路遭到了师弟相空的阻拦。相空觉得师兄偷宝剑是为了卖掉，好赚取不义之财。石燕霞却极力反驳，还让相空不要管这事。说完跳上马绝尘而去。他带着达摩剑来到了大漠边关黄土岭，投身到了京东客栈。吃饭喝酒间，老板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本地人，问他是否来做买卖的。此刻他身后2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，显然这里并不太平。果然到了夜里，2个黑衣人用迷香将他迷晕，偷走了达摩剑。第2天，石燕霞发现达摩剑被偷，就找到了客栈老板。在他的威胁下，老板告诉他是钱多多干的。钱多多是当地的一名员外，长期与官府勾结，欺行霸市，纵容手下无恶不作，还经常利用迷烟来盗取过路客商身上值钱的东西。石燕霞准备会一会这个钱多多，沙漠深处还盘踞着一伙土匪，以老大3节棍为首，常年与钱多多作对，打劫他的商品货物，还留下一个活口回去报信，让他交出今年的粮食，不然就要了他的命。相空也跟随达摩剑踪迹来到了黄土岭，经过西施豆腐店，老板娘西施人美心善，给他端上了一碗豆腐脑，问他这是要去哪里。相空说自己云游四方，来此修行。西施见天色已晚，就留他住在了店里。夜里，西施嘱咐相空，不管听到了什么动静都不要开门。此时的镇子上，来取粮的3节棍中了埋伏，钱多多请来了官府的官兵，想要借机干掉他。钱多多不敌，损失惨重，仓皇逃走。媒婆多次上门给西施提亲，都被他给拒绝。原来他是在这里等自己的心上人，他们约好了在月圆之夜相聚。另一边的石燕霞趁夜潜入了钱府，却不知钱多多老奸巨猾，早有察觉，他也中了埋伏，被抓了起来。危难之际，被土匪3节棍救下。他们还打听到是钱多多偷走了石燕霞的达摩剑。3节棍听到镇寺之宝达摩剑，两眼放光，那可是值100万两黄金的宝贝啊！回到客栈的石燕霞遭到了钱府的追查，客栈老板劝他快些逃命，石燕霞却执意要拿回自己的东西。老板告诉他可以找土匪3节棍，因为在这里能和钱多多斗的人也只剩3节棍了。石燕霞来到山寨，受到了3节棍的盛情款待，2人结为了异姓兄弟。3节棍还答应帮他夺回失窃的宝物。相空每日在沙漠枯树边打坐，镇子里的老人告诉他，因黄土岭地处边陲，人烟稀少，朝廷也是鞭长莫及，所以这里就成了倒卖古董宝物最大的场地。每年8月15前后，都会有许多客商带着自己的宝物来找印度人做买卖，甚至等死在这片沙漠里。相空每日免费在店里吃住，引来了小二的不满。他偷偷来到相空的房间，拿走了他包里的玉镯，想用它抵消饭钱。老板娘看到玉镯后，知道了相空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小杰。一日，钱公子来到豆腐店做客，他早就垂涎西施的美貌，不仅吓跑了其他客人，还对西施动手动脚，被一旁的相空阻止。钱公子恼羞成怒，就让下人打他，不想被相空轻松击退，钱公子只能亲自上阵。被打败后不甘心，想用暗器伤人。相空靠敏锐的听力一一躲过，还一不小心将钱公子打死，闯下了大祸。西施哭了起来，打死了钱公子，恶霸钱多多肯定会来报复。他并不想惹祸上身，转而又让相空赶紧走，一切后果由他来承担。很快，钱多多带人杀到了小镇上，镇子上的人纷纷躲了起来。相空离开豆腐店，一人独自对战钱多多。钱多多一声令下，众家丁一拥而上。相空凭借高超的棍法和敏锐的听觉，3两下就将他们打趴在地，还告诉钱多多人是他杀，与黄土岭百姓无关。员外见没讨到便宜，撂下狠话就带人离开了。黄土岭的村民却高兴不起来，原来相空这次打败的只是家丁，钱多多还有2拨人马没有出动，一个是江湖武林高手，一个就是知县府的官兵。为了给儿子报仇，钱多多肯定会血洗黄土岭，不想死就只能找土匪双节棍帮忙了。
于是村民筹集了银两，由西施带去请双节棍下山。没想到双节棍也看上了西施的美貌，他想财色兼收，抱起西施就要洞房，正巧被石艳霞撞倒，他一剑杀死了双节棍，救下了西施。原来石艳霞就是西施一直在等的情郎，两人遭到了土匪的围攻，石艳霞带西施杀出了重围，他们回到了黄土岭，相公让他交出达摩剑，还和他打了起来。此时钱多多派人传信，2天不交出盲僧就要大开杀戒，不留一个活口。钱多多这边为了给儿子报仇，他以达摩剑为代价，请来了官兵来为他助阵。客栈里，石艳霞对相公讲起他背负骂名偷盗达摩剑的原因。原来多年前父亲曾是这大漠买卖古董的接头人，为免达摩剑流落海外，他就仿造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剑，却阴差阳错将真品卖出。买主觉得剑不吉利要退货，他就等死在这沙漠里。临终前还委托一老乡一定要把剑归还少林，还要把赝品埋于他身边，让他永远消失。其实石艳霞偷出的就是个赝品，真剑一直还在黄土岭。石艳霞这么做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当年那个老乡，拿回真正的达摩剑，才有机会与钱多多抗衡。石艳霞想起那个老乡有个街头暗语，大漠孤烟来。在众乡亲的帮助下，接头人终于出现了。他带石艳霞找到了达摩剑，师兄弟用投钱币来决定由谁使用这把剑，最后是相公获得了这把剑的使用权。明日一战，敌众我寡，不能硬拼。相公制定了一套计划，由他先假装受降，等钱多多松懈，再趁机接近，两人再联合攻击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次日，钱多多带兵包围了黄土岭，他诡计多端，并不相信相公是来投降的。待相公走近后，钱多多发动了攻击，相公用木棍打倒了前面几人。石艳霞带达摩剑前来接应，他率先杀向了敌军。拿到剑的相公使尽全身力气，却怎么也拔不出此剑。石艳霞也因对方人数众多，渐渐落了下风。情急之下，他想起了师父说过，真正的达摩剑并非一件利器，而是一把普通桃木剑。用剑者必须心静如水，人剑合一，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。相公凝神静气，盘腿而坐，口中默念心经。此时的石艳霞已经被对方头领打成重伤，一口鲜血喷出。危急时刻，达摩剑开始剧烈晃动，剑身泛起青光，只用了一招就解决了头领。反身又是一剑，敌人就成片倒下，最后竟无一生还。恶霸钱多多也死在了达摩剑下。电影的最后，石艳霞重伤不治，永远留在了这片沙漠，而相公则将达摩剑带回了少林寺。《少林达摩剑》这部电影上映于2012年，故事线不算复杂，围绕着一把剑展开，而实际少林达摩剑则是一种武术剑法。其次，剧情也很繁琐俗套，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并不建议观看原片。感谢您的本次观看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